大家好，我是艾亮。公元前380年左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下这么一个故事：有一行人全部前往一望平原勒塞，沿途酷热难忍，令人窒息。此地寸草不生，不见任何林木植被。傍晚时分，他们在阿米勒斯河畔安营驻扎。这条河的河水，任何容器都无法盛装，所有人都必须饮下定量的河水，而那些缺乏理智、心智不坚之人会饮下超出限定的水量。每个人一旦饮下河水，便会忘记世间一切过往。这条河还有个名字，叫忘川。在距离古希腊超过7000公里的中国，同样也有转世之前喝孟婆汤的民间传说。而在1982年的美国，一个来自另一个领域的存在通过通灵的方式传递了一则讯息，说物质世界有一层面纱，意识在进入这个世界时会主动选择遗忘。3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却诞生了同一个结论：人在进入物质世界之前需要先忘记，然后才能开始活着。如果这些只是神话，那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想象力。1960年，一个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干了一件事，让当时的学界目瞪口呆。他没有去研究那些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的成年人，而是找到那些孩子们，因为他们还没有被世俗文化污染，还没有忘干净。这个人叫伊恩·斯蒂文森。40年里，他走遍印度、斯里兰卡、黎巴嫩、缅甸、土耳其、阿拉斯加，记录了超过2500个转世案例。每一个案例都是同样的结构：一个2岁到5岁的孩子突然开始讲述自己前世的名字、生活区域和死亡方式。这些细节经过逐一核实，大多数都匹配到一个真实的死者。但是当这群孩子长到7、8岁时，他们就基本不再提起前世的事情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都遵循着同样的遗忘曲线，不约而同的在同一个年龄段彻底遗忘。古代文化说遗忘是设计，通灵信息说物质世界有一层遗忘面纱，而一项现代的研究表明，对前世的遗忘存在一条精确的时间曲线。那他们说的会是同一件事情吗？2000年的春天，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叫詹姆斯·莱林格的2岁男孩开始做噩梦。他每晚尖叫着醒来，手脚乱蹬，大声喊着飞机着火坠毁了，小个子出不来。后来他慢慢说出更多细节，飞机是被日本人打下来的，他是从一艘大船上起飞的。他父母问那艘船叫什么名字，詹姆斯说纳托马。他父亲当时完全不知道纳托马是什么，后来花了很久时间才查出来是纳托马湾号，美国海军在2战时期的一艘护航航母。詹姆斯说自己有个朋友叫杰克拉尔森，他开的飞机是海盗式战斗机。他将自己所有的噩梦画出来，还在一张画纸上签了个名，詹姆斯3世。这个男孩的父亲叫布鲁斯·莱宁格，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世界观里压根不相信轮回这种事情。但儿子说的话又让他不得不去寻找答案。他查到一个美国海军飞行员詹姆斯·休斯顿2世，1945年3月在硫磺岛附近被击落阵亡。他服役的母舰就是纳托马湾号，而他的战友就包括一个叫杰克·拉尔森的人。一个1998年出生的美国男孩，在他2岁的时候说出了1945年阵亡的飞行员才知道的细节。当然，莱林格的案例很难算一个铁证，因为2021年的时候，一位叫迈克尔·萨达斯的哲学家发表了近100页的论文，重新梳理了这个案例的所有细节，指出了时间线上的不一致，以及这个孩子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渠道获取到那些信息的。但问题是，儿童前世记忆这个现象并非只有个别案例，这个现象被研究了60年，有专业的量化评估工具，还有研究者们飞遍全球，在各个国家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围绕这个现象的研究者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至于学界和大众是否会认可，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也不是来推销轮回的理念，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全球各地的孩子们在相同的年龄窗口讲述着让大人们感到费解的信息，又在差不多的年龄段开始遗忘，而这个发现要从60年前说起。没错，又是60年前，和濒死体验研究差不多同时起步。1960年，一篇论文赢下美国心灵研究学会的征文竞赛。论文分析了44个声称记得前世的儿童案例。写这篇论文的人就是伊恩·斯蒂文森，他出生于加拿大，拿到麦吉尔大学医学博士，当时已经是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系的主任。在论文获奖之后，他立即申请了一笔经费，买了张机票飞去印度，在那边待了好几个星期，又收集了20多个新案例。这时他才意识到，儿童前世记忆这个现象需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了。从那以后，斯蒂文森每年旅行超过5万英里，将自己的整个学术生涯压在了一个几乎没有同行愿意碰的方向上。6年之后，他出版了一本书，叫《20个暗示轮回的案例》，从此开启了长达40年的跨文化调查。1967年，在一名商人的资助下，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系内部建了一个独立的部门，叫感知研究部。这个部门到现在还在运转。他一生发表了大概300篇论文，14本书。他建立的案例数据库收集了超过2500个案例，用200多个变量对每个案例进行编码分析。他每到一个报告案例的地方，会分别访谈孩子、
孩子的父母、前世家庭的成员，用不同的翻译重复访谈，交叉核对这些陈述。他甚至记录了孩子身上的胎记或先天缺陷跟前世死因和伤口之间的对应关系。当然，他从来没有说这些现象证明了轮回，他所有的说法都是这些案例只是在暗示轮回，并非证明。在他的最后一篇论文中，他写道：不要以为我知道答案，我依然在寻找。但主流学界对他的态度，就跟对我们这个系列里所有探索边缘意识现象的人一样，装作没看见。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位书评人写道，他周密的不动声色地收集了一系列详尽的案例，提出了不容忽视的大量数据，但大多数主流科学家选择了忽视。精神病学家哈罗德·利夫在1977年写下一句评语，要么他在犯一个天大的错误，要么他将被称为20世纪的伽利略。斯蒂文森在2007年去世，他留下一个数据库，一个还在运转的研究部门，还有一套方法论。他离开之后，吉姆·塔克继承了他的衣钵。1999年，塔克读到斯蒂文森的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此前从未认真考虑过前世的可能性，因为他在一个南方浸信会家庭长大，官方教义是明确否定轮回转世这个概念的。然后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加入了感知研究部。1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他开发了一套量化评分系统，这份量表也叫做 SOCS 案例强度量表，从4个维度给每个案例打分，有没有跟前世死因对应的胎记或先天缺陷，孩子陈述的具体性和准确性怎么样，有没有跟前世身份一致的行为特征，孩子有没有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取这些信息。他用这个量表分析了799个案例，然后发现案例的强度和父母一开始的态度并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假如这些案例是父母的文化期待制造出来的，那相信轮回的家庭产生的案例强度也会更高，但实际数据并不是这样。塔克在美国也找到大量前世案例，而美国家庭通常是不相信轮回的，很多报告案例的父母是基督徒，他们甚至对孩子说的话感到害怕和抵触。前面说的小詹姆斯和他的父亲布鲁斯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最初把儿子的话当成噩梦，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事实。美国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当年上过电视台，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叫莱恩哈蒙斯的5岁男孩跟妈妈说，自己以前是另一个人，在好莱坞生活，有3个儿子，开一辆绿色的车，在电影行业工作。他妈妈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关于好莱坞的书，莱恩翻到一张上个世纪30年代的电影剧照，指着一张照片里穿大衣的男人说，这个人就是我找到自己了。塔克后来确认，这个人是马蒂·马丁，是真实存在的好莱坞临时演员和经纪人。1964年去世。莱恩说出了大量关于马丁生活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在公开记录中很难找到，如果不去深度搜索档案的话，几乎不可能知道。塔克把这些美国案例和全球数据整理成2本书，分别是05年出版的 Life Before Life 和13年出版的 Return to Life， 第2本还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斯蒂文森和塔克加起来60年，他们从数千个案例中留下许多线索。这些能回忆前世的孩子，绝大多数在2岁到3岁之间开始讲述前世的事情，5岁左右达到高峰，到7岁左右记忆开始消退，等过了8岁，大部分孩子就不再提了。这个规律跨越了文化、地理和家庭背景。在那些已经核实过的前世案例中，大约有70%的前世之人死于非正常原因，往往是暴力事故或突然死亡，自然老死的情况偏少。有一种猜测是，那种突然的创伤性的死亡，因为太过于突然，意识来不及处理，更容易在下意识留下记忆的痕迹，而平静的自然死亡，意识有时间去消化和释放，就不太容易带着记忆走。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这些孩子身上有对应的痕迹，他们身上的胎记或先天缺陷跟前世那个人的致命伤口在位置和形态上是对应的。斯蒂文森在《轮回与生物学》中专门呈现了225个此类案例，配了医疗照片、尸检记录和警方记录来做交叉核实。这些是该领域中最难被解释的数据。如果是个别案例，我们可以说是巧合，但当几百个案例都出现胎记位置和致命伤位置对应的情况时，再说是巧合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除了自我讲述的记忆，很多孩子还展现出和那个前世之人一致的行为特征，比如上辈子溺死的孩子极度怕水，上辈子被枪杀的孩子极度恐惧武器，还有对上辈子的家人表现出成年人才有的情感反应。有些孩子见到前世的妻子或者父母，那种伤心的感受，那种情绪不是一个小孩子能装出来的。这种情感的真实性和强度是研究者在评估案例时最难用幻想来解释的层面。这些线索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很多现有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如果说就是孩子在编故事，那我们就得解释为什么全球编出来的故事结构都一样，为什么大家都在同一个年纪编同样的故事，又在同一个年纪开始遗忘故事，为什么大量编出来的细节可以被核实确认，更重要的是，一个2岁的孩子为什么要编一个自己尖叫着从着火的飞机里出不来的故事，
然后夜复一夜的做噩梦。幻想可以解释个别案例，但肯定无法解释整个模式。有的学者说是父母的文化期待把孩子引上了这条路，这个角度很正确。孩子在童年时期受影响最深的人就是父母，在对轮回有强烈信仰的文化里，父母确实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引导了孩子的想象和描述，但这个说法也有几个问题。塔克调研的美国案例中，大部分是基督教家庭，他们不相信轮回。量表的数据也表明，案例强度和父母预设立场没关系。有些案例中，儿童的描述在前世人格被识别之前就已经被书面记录或电视采访保存下来。这些先验记录案例可以排除父母暗示的可能性，而且还有个证据被忽视了，有一些孩子生下来就有的胎记位置可以和前世的致命伤对上，这难道也是暗示的结果吗？还有学者说，这些孩子不知道从哪里接触到这些信息，这种情况在具体的案例调查时需要仔细排查。可换个角度想，一个2、3岁或者4、5岁的孩子，他能说出连父母和研究者都需要通过广泛深度的档案搜索才能找到的细节，那这个解释还有意义吗？或者干脆说，这整个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一个精神病学家花了40年时间做田野调查，从全球几千个案例中提炼了一个关于轮回转世的幻想后，用这个幻想欺骗了一个商人和大学，并且还在大学内部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研究这个现象。而这个部门在他死去之后依然在持续推进研究工作，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骗局。在转世的调查中，最难处理的不是个别惊奇的案例，而是这个现象体现出来的共性：一样的年龄窗口，一样的遗忘曲线，非正常死亡比例偏高，胎记和伤口的位置一一对应，情感记忆有很高的强度和真实性，以及在不相信轮回的文化里，照样出现了许多高质量案例。这些共性使得轮回转世这个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巧合、幻想或编造故事来解释，否则所有现象都可以这么去定义，那就失去研究的意义了。正如斯蒂文森所言，这一切都在暗示轮回，但我们不能直接证明轮回是存在的。作为个人信仰或者偏好无所谓，但在科学框架下，暂时还不能草率地去得出这个结论。假设我们认可这些数据是真的，那就说明有一种信息穿过了生死，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人类已经问了几千年，无数的智者都试着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从小就听过6道轮回这种说法，但并非所有宗教都相信轮回。比如原始佛教是不认可轮回的，道教更强调的是此生的修行，我命在我不在天。基督教根本就没有轮回概念，死后无非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有一个宗教将轮回转世发展成了一个制度，藏传佛教的活佛。一个高等级的喇嘛圆寂后，寺院会组建搜索队，根据各种线索去寻找转世的孩子。找到候选孩子之后，他们通常在2到5岁之间，寺院会对他们做一系列测试，其中最核心的一项是把已故喇嘛用过的法器跟其他好几件相似的物品混在一起，让孩子自己挑选。这种方式是一种原始的双盲物品识别测试，达赖喇嘛本人就是这么被选出来的。当然，这种方法有很大的人为操作空间，而且我一向认为宗教具有很强的权力属性，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认可这种方式，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活佛的候选者通常在2到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和斯蒂文森总结出来的年龄窗口很接近。活佛制度是一种寻找转世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无法回答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如果前世记忆可以穿越生死，那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记得？遗忘的机制又是什么？在理想国的结尾，柏拉图说灵魂转世前必须喝忘河的水，但他没有把遗忘写成惩罚。整个框架是灵魂在转世前做出选择，主要是选好下一世要经历的命运类型，然后喝水忘掉这个选择。遗忘是让选择生效的前提，有些灵魂喝得少，可能会带着更多记忆进入下一世。孟婆汤也有一样的功能，孟婆更像一个制度的守护者，必须确保死后的人不带着前世的记忆、情感和知识进入下一世。有些灵魂可能没喝完或者偷偷倒掉了，所以保留了前世的痕迹。而这个设定的内涵是，如果一个人带着完整的记忆转世，可能会有危险，因为过多的前世记忆会绑架此生的自由。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自由法则意志在起作用？ RA 说的就更直接了，物质世界体验的核心设计就是这层遗忘面纱，这是一种选择性遗忘机制。意识在进入物质体验时，主动选择忘记自己更高层面的身份。面纱的功能是确保自由选择的真实。如果你一上来就知道所有答案，你的选择就没有重量。这个解释和孟婆汤的内涵几乎是一样的。3种独立的文化都在表明，遗忘不是惩罚，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在游戏里新开一个号，这个号无法继承你其他角色的等级、技能和装备。儿童前世记忆在这个框架里，就是面纱尚未完全关闭的窗口期。2到5岁对应的是遗忘机制从没生效到基本生效的过渡阶段，7岁左右记忆消退，对应的是面纱彻底关闭。孟婆汤和忘河是神话传说 ，RA 的讯息是灵性本体论。斯蒂文森和塔克的研究反映了这一现象是实际存在的。三者之间虽然不能相互证明，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它们联系背后的内涵。
现在我们大概清楚为什么会有遗忘机制了，但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没有回答：从上一世被带到下一世的到底是什么？根据儿童案例来看，我们带着前世记忆和行为特征进入这一世。贝坦多哲学认为这是形印。商杰罗的解释是，个体自我携带着形印，也就是深层的心理印记和行为倾向，从这一生流转到下一生。这些印记不是具体的记忆本身，而是记忆、情感和倾向的种子。在特定条件下，比如幼年阶段，这些种子可能会提前萌发。儿童的前世记忆就是种子在新身体里提前冒芽，但也有可能一直被埋没。佛教的解释完全不同，因为佛教根本不承认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生命之间穿行。那是谁在记得呢？佛教的回答是没有谁，有的只是因果的延续。就像你用一根蜡烛去点另一根蜡烛，火焰传过去了，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从一根蜡烛移动到另一根，传过去的是模式和倾向，是因果和业力，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实体。所以儿童前世记忆不是一个灵魂在回忆上辈子，而是因果印记在新的生命中浮现出来。这两种解释完全不同，前者认为有一个持续的存在在不断穿越生死，有一个恒长的我；后者认为是因果业力在不停的传递，不存在不变的我。斯蒂文森的转世调查也无法给出任何答案，因为这个答案实在太难回答，凭我们目前的认知是搞不清楚的。最终在大众领域，轮回转世就沦为了信和不信这种二元对立。这个现象除了儿童的自发回忆，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出现呢？当然有。转世在催眠回溯中是基本操作，每一个被深度催眠的人都会进入自己的前世，而且不止一个前世。在坎农和魏斯的回溯案例中，灵魂在离开一个身体后，进入一个光的环境，遇到引导者进行生命回顾，然后选择下一段人生和人生主题。魏斯在前世今生中记录的结构还包括选择父母，与灵魂群体讨论下一段人生如何进行。更有意思的是，感知研究部的两个研究者普拉姆、夏尔马和塔克在04年发表了一项研究，专门分析了一类儿童案例。有些孩子不光记得前世，还记得两段生命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在35个缅甸案例中识别出3个阶段：死后的过渡期、在某个固定地点的停留期，以及选择下一对父母。虽然具体细节因文化不同而有差异，像缅甸的儿童描述的停留地点往往是佛塔或者大树下，而不是西方 NDE 报告中常见的光的环境，但整体结构和催眠回溯记录的成年人报告之间有很高的相似度。现在我们可以整理一下我们的发现：斯蒂文森和塔克的天眼案例，费坦多哲学和佛教对转世的理解，坎农和魏斯的催眠回溯，这些独立的线索共同指向了一种可能，在生死之间有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会传递到下一段人生中。如果你觉得这一切现象和理论都可以被文化信仰这4个字解释，那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在中东有一个叫德鲁兹的宗教群体，大约有100万人，分布在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和约旦。他们最核心的教义之一就是灵魂转世。德鲁兹人相信灵魂在死后立即转世，而且只在德鲁兹内部转世。在他们的社区里，儿童记的前世不是怪事，而是会被期待的、会被验证的事情。当一个德鲁兹孩子开始说起前世，他们会叫这孩子纳提克，意思为说话者。家人通常会带着孩子去核实，找到前世所在的村庄，让孩子自己识别前世的家人、房子和物品。斯蒂文森在黎巴嫩的田野工作就是在德鲁兹社区完成的。他记录过一个很著名的早期案例，一个5岁的男孩叫伊马德·埃拉瓦尔，他做出了大约57项关于前世的陈述，其中只有3项被证实不正确，另3项无法评估。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轮回转世的批评者可以说是大规模的轮回信仰创造了认知偏差，父母在有意无意中制造案例。但德鲁兹人是一个将轮回信仰完全制度化的群体，如果前世记忆纯粹是文化现象，那德鲁兹应该遍地都是案例，毕竟每一个德鲁兹家庭都期待转世。但斯蒂文森的数据显示，即使在这个将轮回制度化的社区里，纳迪克仍然被认为是罕见的，而且孩子们说话的模式跟全球案例库一致，同样的年龄窗口，同样的遗忘曲线，还有同样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偏高。轮回转世现象的核心特征没有发生变化，这至少能说明这一现象不是单纯的文化期待塑造的。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拉宽一步，前世记忆本身也许只是一个更大现实的一角。玛丽·罗德威尔在他的《新人类》这本书中记录了一类他称为新童的儿童案例，这些儿童展现出的能力远远不止前世记忆，还有对非人类智慧的感知，对能量场的敏感性，自发的灵性体验。威廉姆·詹姆斯和赫胥黎都提过一个比喻，大脑不是制造意识的发电机，更像一个过滤器，它不产生信号，而是筛选信号。有些孩子在特定发展阶段过滤器比较薄，前世记忆就可能透过来。这种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开阔的视角。轮回转世现象的研究依然在进行中，虽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出来，而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一个难以被学界和大众接受的领域，但是不妨碍一些人会对这个现象感兴趣，然后开始探索研究，进而产生自己的结论。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
用自己的发现和思考来指导自己。世界观从来不是必须一成不变的，不要束缚自己。那些回忆前世的孩子们，在7岁开始进入遗忘阶段，到8岁左右彻底遗忘。如果真相就如阿姨所说，遗忘是一种系统设计，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活在今生的主要目的就是面对此生的课题。如果一个人记得自己的一切，记得前世爱过的人、恨过的人、伤害过的人、被伤害的种种情景，所有的遗憾和不甘，他又怎么可能不带包袱的走进这一生呢？每一个选择都会被前世的记忆绑架，那结果就是永远在重复，永远在给上一个故事打工。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那些在一段感情中出轨的或者被出轨的人，即便他们选择原谅、选择放下、选择改过，但他们内心真的能放下这件事吗？往后又有多少想法和心念会因懊悔、恼怒、悲伤等情绪而被扭曲？那如果一个人记得自己每一种死法，经历的每一场苦难，这颗心得受多大的煎熬才能在这个实验场里活下去？有句话叫时间会抹平一切伤痕，其实遗忘并不是轮回专属，我们在此生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遗忘，这是一种保护。遗忘是短暂的从零开始，并给予了我们极大的自由意志。感知研究部最终会走到什么地方，没有人会知道。前世记忆的研究，如果能让一部分人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从更高层面降下来的，相信意识可能会穿越生和死，那么意识转变就会在更多人身上发生。这一点也印证了瓦莱所说的控制系统。UFO 接触是一种有限的控制，让部分人类窥见更宏大层面的一角。那么轮回转世同样也可能是一种有限的控制，借斯蒂文森和塔克之手，让另一部分人窥见了面纱之外的世界。想象有一扇窗户，一个孩子在5岁之前，窗户还开着，前世的风从那边吹进来，然后窗户开始慢慢关上，到7、8岁的时候，差不多关紧了。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这扇窗户曾经打开过。而斯蒂文森在窗户还开着的时候，走到窗前，认真记录下从窗外吹进来的那些风。他没有说我看清了窗外的全部风景，只是说有风从那边吹过来，而他只是记录下这些风传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真实的，我们对他们的思考也应该是开放式的。但不管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有一件事很明确，意识和身体的关系不只是大脑产生意识这么简单，否则几千个案例都不应该存在。也许身体只是意识穿过的一扇扇窗户，窗户的形状不同，看到的风景也不同，但透过窗户看风景的那个人，也许是觉知本身，从来都不是窗户的一部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